饭吗，姑姑？看来这一顿还是算了吧。哎，反正我们不吃也没事儿。那团子怎么办？米谷，速去凡间将凤九抓回来，说青丘出了不得了的大事。可我找不到他，姑姑。那这样，你去狐狸洞口贴个告示，就说狐狸洞需要厨娘，现在就要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这样就好了。烧个火，填个柴，总会吧。再多添点水。哦。哎呀，仙夫人委实好厨艺啊，将夜华君调教得如此好。哎呀，不对，他那夫人早已魂飞魄散，今日提起来，岂不是揭人伤疤？他同你一般。只会在我做饭时烧火添柴，也不知道遇上我之前，他在军旗山怎么活下来的。怎么不说话了？怕你伤心，不知道说什么。素素。你看，都伤心过头了，都将我叫错了，不是？你去过东荒吗？东荒，昔日我和16师兄去东荒玩，这太子该不是找到什么线索了，猜到我是司音了，所以才拿小团子做借口来狐狸洞常住，想要找回师傅的仙体。这么看着我干嘛？一脸心虚的样子。没有啊，你这个菜快做好了，虽然不知道味道怎么样，你这个样子倒是挺像个厨子的。先不管他，我就不信了，瞒了7万年的事情能被他查出来。变成皮球多好啊！这样为父带你回天宫时都无需腾云，将你团起来滚一滚，就能滚进你的净云殿了。父真是坏人。如今你倒是找了好靠山。没事啊。芊芊，来，你要多补一补。阿离，来，你要多补一补。米谷叔叔，你要多补补。芊芊，替我批出个书房处理公文。你要处理公文？我要在这儿小住几日。哦。米谷。去把之前4哥的房间收拾收拾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米谷，过来。姑姑，是要睡了？啊，都睡了。小天孙每晚酣时入睡，太子殿下照顾得很好，事事亲力亲为。什么时候走？这倒没说。姑姑不是说太子殿下是来算账的吗？
米谷倒是怕。怕什么？米谷听闻，九重天已定找墨渊上神的仙宗有7万年了。太子殿下来者不善啊，姑姑。没想到你这个人平时不聪明，今日倒与我想到一处去了。那米谷先走了。芊芊，夜华，你还没睡啊？阿丽已经睡了，就来找你下棋。下棋。夜华君，好兴致。你们找谁？姑姑，这是太子殿下案前私墨的文官，嘉云星君。这个是太子殿下私占的天书星君。姑姑，姑姑，殿下昨日吩咐过了，日后的公文就送往这里。送公文？哈，姑姑放心，小仙只每日晨起来一次，拿走前日批好的，再送些来代批的即可。哦。那这位姑姑请放心，我就是来保护殿下和小天孙的，但绝对不会打扰姑姑和殿下的生活。给姑姑请个安，就会在姑姑眼前消失。没有殿下的准许，姑姑是绝对看不到我的。慢着，你家姑姑可在洞内？姑娘找我家姑姑啊？不错，我是洗梧宫素锦娘娘的人，要面见你家姑姑。我家姑姑与你家君上，晚上下棋，白天散步，现在累的正休息呢。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。我家娘娘也不是不能容人的人，况且还是未来的帝妃。娘娘派我来，也是一片好心。这白浅上神与太子殿下尚未行礼成婚，便就终日缠绵交颈而卧，终是不太妥当。就连当年的天君也不似这样。再则，这妙清公主将被请上了天宫，太子殿下也万不该冷落了她。我们青丘哪有你们天族那么多弯弯绕绕的规矩？哼，一个区区的小仙，就在这叫唤，是欺负我们青丘没有人吗？就是，对呀，分明是故意寻个理由来为难我们青丘，不是？你们君上有个小老婆就算了，还带个儿子，我们姑姑都不嫌弃你们，你们竟然还嫌弃我们姑姑。你们这帮刁民，竟敢诋毁我们天族规矩多！滚！马上离开青丘！对，马上离开青丘！马上离开青丘！快走，快一点！滚出去！离开青丘！
在吵什么呀？回姑姑，是天宫的素锦娘娘，遣人催太子殿下回宫。我还没同那人说什么，就被咱青丘的人赶走喽。素锦，夜华的那个侧妃吗？是啊，姑姑。那些人怎么这么凶啊？那小仙子说话不太好听，说姑姑你同太子殿下为行礼成婚，便终日缠绵，交颈而卧，终是不太妥当。就连当年天君也不似这样。大伙儿一听，就气得将那人赶走了。我知道了。画得不错。方才你那位侧妃遣人来叫你回宫，说了些话，虽有些失实，但我掂量了一下，觉得她说的有道理。什么？她说，你我尚未行礼成婚，便终日缠绵，交颈而卧。她虽然说的不是真的，但是我想你整日住在我这狐狸洞里，确实不太妥当。你觉得呢？我要来你这里住，便来你这里住。左右你才是我的妻，旁人管得着吗？若我在正经年纪成婚，孙儿也有你这般大了。先前你屡次提醒我，你长我几万岁。可是想说什么吗？随口一说。那仙娥说你把妙清公主也带去天宫了。不错。芊芊，先坐下。还是躺着吧。啊？选个舒服的姿势，手抬起来，面朝向我，带着微笑。非常好。他这是要为我做服丹青。这个太子怎么阴晴不定的，一会儿冷脸，一会儿又春风满面了。那妙清死活不愿嫁西海的二皇子，但他对阿离又有救命之恩，我便让他去天宫做个婢女。待他想通了，便会自行离开。其实那西海二皇子也没有那么不堪。你认识？又来试探。不认识啊，我只是听四哥提起过。而且那二皇子不是墨渊上神的弟子吗？想必也不会如此纨绔吧，估计是借口罢了。芊芊，你还有什么想与我说的？还有一件事要说。说吧。我的手麻了，可以换一个姿势吗？随你。
娘娘，那青丘白浅不光不好惹，就连那整个青丘也是一群刁民，竟敢诋毁我们天族规矩多，还说什么在青丘来说情投意合就好，还管什么体统？什么？他们真的这么说？白浅说的？气就气在这儿，奴婢根本就见不到白浅，那白浅端着上神的架子，只让洞里的一个小树精就打发了奴婢，也不管奴婢是不是娘娘跟前的人。再怎么说，我曾经也是天妃，是天君亲自赐给君上的，又是这洗梧宫第一个明媒正娶的，他竟如此看轻我，何止是看轻，那帮青丘野人还说娘娘您是君上的小老婆，说他们姑姑不嫌弃我们就不错了，竟敢还去教训姑姑，放肆！是太放肆了，他们简直……不要说了，娘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叫你不要说了，娘娘息怒。让我好好想想，如何让君上从那只狐狸精身边回来。娘娘，今日可是天君寿宴，您可不能太动肝火。没关系，我只是一时压不住怨气。没关系。你说，今日是天君寿宴？是啊，娘娘，您忘了？这几日想着青丘那只狐狸，竟然忘了这件事。我之前吩咐你准备的贺礼，可办妥当了？妥当了，娘娘。这次可有什么特别的宾客吗？跟往年一样。哦，若是说特别的，应该就是北海水君与他那个长子元贞了。元贞？是，听说元贞给天君写了很多贺寿词，天君很是开心，特地让北海水君将那个长子带来。奴婢猜想，这北海水君与天君多年的隔膜，或许能因为这个孙儿有所缓和呢。快速去替我准备准备，此事一定要办妥。我跟你说，娘娘，应当这样如此做，奴婢怕。不用怕，不会有事的。听说你从小就在狐狸洞中，浅浅刚满1万岁你就来了。不错，算起来的确那么久了。浅浅若要做上神，按理说要经历2次天劫，一次飞升上仙，一次飞升上神。对啊。既然你看着他长大，想必知道他是如何经历这2次劫的。让我想想。年纪大了，脑子不太好使。姑姑飞升上仙是在昆仑虚，这太子殿下莫非是为了查墨渊上神的事而来？要小心些。我家姑姑飞升上仙，恰逢在狐狸洞里，狐帝亲自帮她挡了。至于飞升上神嘛，太子殿下也知道，那是跟擎苍大战了一场。和擎苍大战？不错。他与擎苍大战一场，才会失去记忆，化身凡人。一花一花，他就是你的素素，为何你还要反复确认？不管他忘了还是没有忘，他回来了就够了。太子殿下，你是想到什么了吗？
如此高兴。没什么，我带你家姑姑去凡间。凡间？这太子殿下真难做，一会儿阴，一会儿晴。今日这雨下得甚好，终于不用陪他去散步了。夜华君，你看，今日不知哪方水军布雨，恐淋坏了夜华君。不如我们今日还是在狐狸洞待一日吧。夫君说今日带我们去凡间玩。所幸今日凡间倒没有下雨。啊，你们要去凡界玩啊？哎呀，你们应该找一个土地公给你们带路啊！你看我呢，每日待在狐狸洞，对于凡界的路我也不熟。娘亲，阿离想要你去。等我换件衣服好吗？扛出喽！扛人喽！干爹，我想要这个。好。要哪个呀，小少爷？来，这个。拿着啊！你的主子能买下这一条街了。小心一点，不要掉了。来。好。好嘞。百草味坚果，健康又美味，快来尝鲜啦！百草味坚果，小少爷，百草味坚果。干爹，我要这个。替我装一包吧。好的。怎么今日有兴趣到凡间来？我记得昨天佳云报来一大摞公文，看他那神色，也不像什么闲文书。今日是阿离的生辰。来两包。你也太不够意思了！阿离生辰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也不早告诉我。他好歹叫我一声娘亲，我一份礼物也没备，也太叫人心凉了。你要送他什么大礼？夜明珠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送人夜明珠不是你这么多年来的习惯吗？小仙送小珠，老仙送大珠。虽然送他夜明珠十分名贵，可是阿离人小不识货，送他也是白白浪费。你不知道，我有一颗半人高的，像月亮一样的，把它放在阿离的庆云殿，看着也开心啊。那可是四海八方独一无二的。哎呦，在这儿啊！你怎么了？哎呦，谢谢你啊，小少爷。不客气。吓死娘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芊芊，几年不见，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？我这7万年，从未离开过青丘，也不曾伤过方才想起的，莫非是梦？怎么了？哎，客官，菜都上齐了。哎，客官，来。哎，这小少爷长得灵秀动人啊。小时候长得可爱，长大了容貌怎样还不一定呢。哎，你们慢用。娘亲是不是嫌弃阿离了？男孩子长得好看没有用，一双有力的拳头，比一张好看的脸要有用。更何况，女孝父儿孝母，依我看，阿离长大之后，模样也不会差的。娘亲生得好看，阿离自然也不会差到给娘亲丢人。对，不管阿离以后长大了是什么样子，都是我心头的一块肉，我总是最维护你的，你晓得的哈。干爹对阿离真好。哎，两位客官，这老窖啊是小的刚热的，
正好此时喝，你们品尝一下。谢谢。哎，兰佑，你爱吃这个，多吃一点。这个你最不爱吃，但是对身体好。你瘦成这样，不心疼自己，我都心疼。芊芊，似你这般听不得情话，以后可该怎么办呢？君上，姑姑，天君寿宴，四海八荒的神仙大都前来祝寿。西海二皇子蝶峰来到天宫不久，便来到此陈殿，说是有要事要与君上面禀。佳云不敢耽搁，便前来寻君上。你陪陪阿离，我先回天宫一趟，晚上我再来寻你们。好。哎，客官，慢走啊，下次再来。哎，好。哎，这位客官，怎么就您二位啊？刚才与您一起的那位公子呢？这附近可有什么好去处？好去处有啊，从这边往南边走，有一个茶馆。这个茶馆啊，价格虽然高了一点，但里边说书的说的可是相当好啊。说书？对。那我们就去茶馆吧。哎，好，谢谢了。哎，好好好。咱们书接上回。话说这条蟒，两位请。斑斑点点是闪银光啊！张嘴吐信它惊人胆，左右寻时令人慌。都树摇石头晃，有人落入他的口，十拿九准是一命亡啊！于是这三人互望。你父君在天上品口茶的功夫，这凡间也就天黑了，咱们就在这坐着等他吧。这两位够高的乐器向那条金蛇挥出一拳。太子殿下，我在凡间还有要事，此烛一灭便得离开。那臣就长话短说。近日离开东海满月宴的仙人们，先后都遇到一群人，不知身份，只为取我们的性命。竟有此事？可有抓到活口？没有活口，都被妖法夺走了性命。16师弟的意思是，那些人是妖法做出来的傀儡，所以他们的主人极大可能来自异界。异界？身前那人大喊一声：“哎呀，不好！”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好，告辞。客官慢走啊！阿离呢？阿离呢？怎么好端端的跑到青楼去了？兄台，你可晓得这市镇上的青楼在哪个方向？那楼便是。多谢。如此一甚好公子，没想到却是色中恶鬼。唉，这是一个怎样绝望而沉痛的世道啊！那评书说的倒是不错，初初听的倒是很有兴趣。不过听着听着，你怎么就跟着他们进了那个什么楼了？方才有个小胖子在大街上公然亲一个小姐姐，这个小姐姐又不让小胖子亲，小胖子没亲到又很生气，招了他身边几个丑八怪，将小姐姐围了起来。我跑下楼想去救她，
他们却没了影子。旁边一个大叔告诉我，他去了一个花楼。我将楼上楼下都看了一遍，可没见着什么花来。这是凡间的叫法，不必太过讲究。后来我就没寻到那个小胖子，找来找去没找到。进去一间厢房，没看清里面是男是女。娘亲，你都来了。这个是娘亲跟你的小秘密，不要告诉你夫君，好不？阿离明白了。一盏茶后，本局再回来与你细谈此事。殿下慢走。多好看啊！是。哎，这位公子真是一表人才，本王好生仰慕啊！好说好说。哎，哇，这手也是又白又嫩。在下对公子一见倾心，不知公子可否？哇！你调戏我老婆，倒调戏得很欢快。你来了。能将我阿爹引得胜一场戏，你也是个人才。这次别过，保重。大胆！知道本公子是谁吗？啊！你将他变到哪儿去了？我也不知道。你若刚才不来，我也正有此意呢。你怎么被揩油也不知道躲一躲？不过是被摸了一两下嘛。不过是被亲了一两口吧。买盏灯吧，两位公子，买盏灯吧。两位公子可以看一下。凡人买灯是向神仙祈福，我们买灯向谁祈福啊？留个念想罢了。你还真当放一盏灯就能事事顺心吗？走。既是二位公子，那就在一起凑合一晚也无妨。我们这小镇呐，一共就3家客栈，王掌柜和李掌柜那2家昨日就订满了，我们这家也是刚刚退了一个客人，就匀出来这么一间。你看，要不先凑合一晚上？麻烦你取些热水来。好。顺便做几道小菜。好嘞。吃不了，便洗漱睡吧。
我一贯晓得你的脾气，却没料到你那般决绝。前尘往事你忘了便忘了，我既望着你记起，又望着你永不再记起。君上，不必追了。属下失职，望君上恕罪。无妨。这些人竟敢突袭天族的人，君上不打算追究吗？他们不是真人，是妖法做出的傀儡，专为杀人而生。就算追上了，也只会化作灰烬，问不出什么来。妖法？什么人要与天族为敌？方才蝶峰上仙也说了，从东海离开的群仙，先后遇到了他们的袭击。本军正准备彻查此事。君上，天君的寿宴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我知道，你先回去。是。娘亲，这个粥很稠。乖。这里的饭菜甚难入口，我便借了他们厨房炖了半锅。难怪，尝着这粥，和你做的粥一样。从前在俊极山时，那个东海的公主给我做的饭，我也吃不惯，却没见夫君专门给我另做饭食的。我稍后有事，还得回趟天宫。夫君要走了，常玉说过，小别胜新婚，你和娘亲都分开了300年，竟然还舍得分开。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？什么日子？让孩儿好好想想。天上的日子哦。啊，是天君的寿辰。不错。那夫君要带阿离和娘亲去贺寿吗？贺寿？你娘亲不太想要去这种宴席，夫君自己去就好了。嗯，好。你放心吧，你只管放心的去，我带团子回去。姑姑回来了。太子殿下呢？回天宫去了，说是有什么事要耽搁几天。那岂不是没人给你做饭了？下午去集市买些枇杷回来吧。娘亲，夫君什么时候回来？阿离想吃蒸蘑菇，想喝白菜萝卜汤。应该快了吧？夫君回来了。你回来了。不是和你说过，阿离现在长身体，不能整日里只吃这些。我知道啊，所以日夜都盼着你回来，给他改善伙食。你真的在盼望我回来？夫君，娘亲脸红了。是盼着你回来做饭。有了。唉，姑姑你魔怔了吧？我要去青丘寻一个小仙，让他做夜华造屋里的关门弟子。这样，就算夜华离开青丘了，我们也有的吃了。好，咪咕这就这样绑门去。
狐仙，你这贴什么呀？姑姑今日要选一个小仙做夜华君造屋里的关门弟子，机会难得。能做夜华君的关门弟子，哪怕是造屋内的，也是三生有幸啊。可就这一会儿，那狐狸洞前还要擅长2行队，这会儿去怕是晚了。不晚不晚，就在今夜，还来得及。走。自打就我打得多，而且我还会做呢。下一位。听明谷说你要选一个弟子给我。我会做羊肉，我会包是啊。我会做牛肉。我会做鱼。下一位。你会做什么菜？让他们都撤了吧，没一个跟过好的。好，记下来。依我看，你就很不错。可你实在没有必要跟我学，我们2个有一个会就可以了。尼姑，姑姑，太子殿下要哪一个？他一个也没看上，让他们都散了吧。这就撤啊？散了吧，散了吧。好吧。那我带小天孙去划船了。走，来。芊芊，陪我去散散步。你这般皮懒，一堂花都是自生自灭，却也能养出天然雕饰的形貌，丝毫不比天宫瑶池的差，真是难得。哪里？我这是壶野池子，怎跟你的瑶池比？你们的瑶池数万年来被仙人凡人写了数千首酸诗，被千万人赞叹。你想去看吗？看什么？九重天，瑶池。啊，有机会吧。按芊芊你所说的，你从未去过天宫，难道不好奇吗？这四海八荒我没去过的地方多了，若是处处都好奇的话，我岂不累死？你看那昆仑虚也是四海闻名，我不是也照样没去吗？哦，你很仰慕昆仑虚吗？坏了，我没事提什么昆仑虚啊？米谷呢？米谷在洞口设置了仙障，怕是有人误闯了。姑姑，这么快就拿着扇子来了，看来是想清楚了。那姑姑的意思是？请他进来吧。是。姑姑怎么说？姑姑说，让你进去。少卿，我若是你，根本就不会来见姑姑。最后一次，此事过后，少轩绝不踏入青丘半步。姑姑，姑姑，你带着阿离先去玩吧。小殿下，来。你既来找我，一定已经想清楚，问我要什么。
叶华君不是外人，你说吧。姑姑，可不可以救救我的孩儿元贞？救你的孩儿？前几日天君寿诞，君上带元贞备了贺礼，前往九重天去给天君贺寿。谁曾想，夜里元贞误闯了洗梧宫，险些调戏了洗梧宫的素锦侧妃。调戏了素锦？能做太子的果然不是一般人，戴绿帽子也戴得很欢快嘛。可元贞却在最后关头刹住了脚，但是却惊动了天君。天君震怒异常，立即着捆仙索捆了元贞，并下旨命他向凡历劫60年，60年后方可重列仙本。这调戏未遂来说，这处罚确实重了些。元贞是一个善心的好孩子，走在路上连蚂蚁都不舍得踩死一只，恳请姑姑去救他一命吧。可是，他毕竟调戏了叶华君的侧妃。不必做我的人情。元贞那回事，我也觉得判得重了些。他调戏的可是你的侧妃。我没有侧妃。既然太子殿下也觉得判了重了，恳请姑姑下凡救他一命。他不过是下凡历个劫，60年后又能重回仙班，何来救他一命？因为绍兴已经打听到，在元贞18岁时，会有一个大劫，这个大劫会苦他一世。绍兴不忍心看着他这样备受煎熬，所以恳请姑姑帮他把这劫数度化了，让他平平安安地度过这一生。所以，你来找我，是为了帮你儿子渡劫？是。绍兴不敢求姑姑去求情免了这罪责，只求姑姑悄悄地帮一帮元贞。你这件事情来拜托我，托的倒是很有头脑。你知道，就算是我改了元贞的气运，天君也不会同我计较，是吧？绍兴知道，这4海8荒之内，只有姑姑能做这件事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件事情我替你做了，但是事成之后，你我主仆情分就算是尽了。你与我青丘白浅，再无任何瓜葛。绍兴，谢姑姑成全。怎么了？又被那些小神仙欺负了？他们都笑我是小八蛇，不配在狐狸洞伺候青丘女君。你也太没出息了！小时候谁敢欺负我，我就把他打得连家门都不认识。这个呢叫破云扇，是天宫灵宝天尊送我的，送给你。灵宝天尊送的，太贵重了，绍兴不能收。你就收下吧。你跟我在一起这么久，什么法器也没送过你。这个扇子可厉害了，以后谁敢欺负你，你就用这扇子将他扇出青丘。这把扇子这么厉害吗？嗯，送给你了。谢谢姑姑。
姑姑方才为何说绍兴将此事托付给你，还托付得很有头脑？偷听了。我是想听听，这个不顾主仆情谊，害我姑姑沦为四海笑话的人，又是怎样厚着脸皮来求姑姑的？九重天上呢，是个神仙，都有篡改凡人气运的本事。但是天族有规矩在那儿，就算有这个本事，也毫无用武之地。天族欠我们白家的债有1箩筐了，1分也没有兑还。有我出面讨几分薄利，天君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，将这桩小事囫囵了。所以啊，此事由我出面最好。这个小八蛇，可真是机关算尽了。哼，他呀，聪明一点也好，在北海也不至于被欺负。此事简单，办完了，也算跟他断个干净。哎呀，看来我要到东华帝君座下司命星君那里走一趟了，看看那元贞18岁立的是什么节，哪个时辰哪个日子，如何应到人身上。司命星君脾气古怪，他手上那个气运簿子，连天君都不能借来看一看。你若想从他那里下手，怕会有些困难。那该怎么办呀？所幸，东华帝君的司命星君欠我人情。若是我去替你要，会有些方便。真的？你可以帮我要到吗？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去凡间时，将自己的法力封了。封印法力？修改气运本就是逆天的事，你用多少法力去修改气运，就会有多少法力反噬到你身上。天谴，你虽是上神，但被这么反噬几次也十分严重。万一到时我们继任天君天后之位，那该怎么办？继任天后？你忘了，你迟早有一天要加入西游宫的。继任天君天后之位，必受81道荒火，9道天雷。若你再被法力反噬，我怕你会保不住性命。好，我答应你就是了。不过你我尚未成亲，若你近日要继任天君的话，我可是来不及嫁你的，也就谈不上81道荒火，9道天雷了。怎么，我说的有何不妥？芊芊，你可是在怪我没有早日向你提亲吗？若在300年前我便娶了你，就没有今日这个担心了。我也就是随口一说。我看现在天色已不早了，夜华君不如早日帮我把这事办了，我好去替那元贞渡劫。太子殿下怎会想到看元贞的运簿？白浅上神答应二叔的小妾，要助元贞渡劫。姑姑还真是宅心仁厚啊，一点都不计较那小八蛇在300年前抢走了二殿下。那我给殿下讲讲这元贞在凡间的事吧。元贞托生托到了一个帝王家，姓宋，叫做宋元贞。12岁上封了太子，如今快长到18岁了，结束将至。元贞在凡间的母亲是个贵妃，生下元贞之后，便带着她入了道观，出了家。16岁时，才让元贞的师傅将他送回了宫中。而这元贞的师傅，就是北海水君桑吉送去凡间看护他的一个婢女。
婢女，所以二叔还是偷偷派了个人去看护她。正是。依小仙看，姑姑若不想打乱气运，就要替代这个师傅，先留在元贞身边。也只有这个法子了。至于如何渡劫，还需从长计议。多谢。太子殿下言重了。当初是殿下您看在东华帝君的面子上，才原谅了白凤九偷走劫魄灯的事。今日就算我替帝君还了这个人情，只是殿下要记得提醒姑姑，到了那人间，一定要封了自己的法力，否则……本君明白。你说那只九尾狐要去凡间帮元贞渡劫？君上和星君确实是这么说的。他们还说要白浅一定要在凡间封印自己的法力。妙清妹妹，我可能也要让你去一趟凡间了。我？按理说我是姐姐，这种冒险的事本该我亲自去。可是我身为君上的侧妃，一举一动皆在众人的眼皮底下，实在是不敢妄动。但是妹妹你，就方便多了。不知姐姐让我去凡间做什么呢？早先一直听你说这册子如何贵重稀罕，我还以为卖你的面子也只能讨回一个小钞，没想到连原物都讨回来了。看看吧，司命这气运，写得很是让人唏嘘。这司命君不去写几个戏本，真的是屈才了。6月初1，皇帝出游顺月村，太子元贞也会同行。到时会在河上出现一只大鹏鸟，将众人吓得惊慌失措。岸上一个美人意外落水，元贞就会跳下水去救人。所以这个劫是美人劫。元贞和那位美人在水中双双看对眼，只可惜皇帝也瞧上了那位女子，就带回宫中宠幸了。这皇帝还真是多情啊！元贞不甘心失去一生所爱，就在某夜醉酒之后，和那美人曲径通幽。不久之后，美人就生下了一个皇子。所以，元贞是给他在凡间的老爹戴了顶绿帽子。没错，那名皇子自然就是元贞的儿子，但他自己不清楚。10多年之后，皇帝病入膏肓，皇子和元贞争夺太子之位。最后死在了元贞的剑下，这个噩耗传入了美人的耳中，上吊自尽。死之前留下了一封书信，告诉元贞事情的真相。元贞读后悲痛欲绝，也郁抹了脖子。可无奈，当时皇朝只留下他一个男丁，他只好忍痛坐上了龙座。这么一坐，就坐到了60岁寿终正寝，疾苦一生。如此跌宕起伏的命运。元贞这一生还真是个传奇啊！如此说来，他18岁见到落水美人，是他关键的转折点。他只要不救那个美人，这一生就能顺顺当当的。不错。看来我要去凡间住个半年了。等到6月初1，
去阻止他救这个美人。我已经为你安排妥当。你到了凡间之后，就会由元真的道姑师傅引荐入宫，做元真的新师傅。我要做道姑？不错。师姐，师妹，太子殿下，贫道与你的缘分已了了，也该离去了。师傅，只是身为殿下的师傅，如此贸然的离去，终归对不起殿下。幸好贫道的同门师姐云游四方，途经此处，贫道托师姐带贫道来看护殿下。师姐几百年不曾出师门了，此番能与元真殿下结一趟师徒的缘分，与殿下也算是善福。可是元真舍不得师傅啊。缘来缘去，都由不得你我呀，殿下。元真明白。可是，多谢道长这几年对元真的看护。贵妃娘娘客气了，快来见过贫道的师姐吧。元真，快拜见道长。道长，不错，不错。道长的意思是，贫道一眼就看出，太子殿下乃是九重天位列仙班的神仙。因犯了错事，才下凡历劫。那经过劫难，我儿还能重列仙班吗？如贫道点化得当，太子殿下又一心向道，我相信重回仙班并不是难事。快叫师傅！哦，师傅。师傅，您若是不嫌，日后便住在此处了。不错，你今日先回吧，明日再来与为师学道。是。这才正月初一，真是足足要住上半年，才能到舒玉川美人落水的日子。不过也好，能体会体会凡间皇家是如何过日子的。